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现代先学研究与科学训练法》第11集。今天我们来聊聊精气神。在道家内丹先学中，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叫精气神。它的概念源自于先秦的哲学与医学。周易系辞上书中讲到，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。这就是说，如果精气凝聚在一起，就可以成为物质，而游魂则可以引起变化。通过观察物质的变化，就能揭示鬼神的真实状态。不止精气，在古代哲学中还有精神的概念，就像庄子《列御》口中所讲到，它指的是人的心智。在现代语境下，精可以解释为构成人体、维持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，气则是指能量、生物电磁场，而神则是生命活动的最高统帅，包括魂、魄、意、志、思、虑、智等活动。在《素问·易经变气论》一书中提到，得神者昌，失神者亡。这就是因为神充足，身体就强健；神衰弱，身体就虚弱；神存活，身体就能长寿，而神消失，身体就会死亡。精气神在先学修炼中是核心的元素，包括上一集中讲到的炼精化气、炼气化神、炼神还虚等修炼过程。而从宇宙法则的角度来看，精气神也有着对于解释宇宙本质的贡献。宇宙由能量场和物质场构成，气就是能量场的表现形式，而精则是物质场的基础。神代表着能量场和物质场的共生共存。科学界现在把精气神解释为生命能量、意识和心灵。这些概念和道家内丹先学相似。科学家已经发现宇宙存在一个神秘的能量场，名为量子场，它贯穿整个宇宙，包含了所有的物质和能量基本信息的特殊能量场。量子场的发现证明了精气神是宇宙法则的一部分。科学家还发现，我们的意识和心灵可以通过调节自身的生命能量场，进而影响量子场，甚至影响整个宇宙。这表示，我们的意识和心灵可以与宇宙能量场产生共鸣，从而获得宇宙的能量和智慧。精、气、神代表着物质、能量和信息。精即是物质，我们可以用原子来解释。原子是最基本的不可分割粒子，由道尔顿 Dalton 提出的原子论即证实了这一点。原子由互相作用的次原子粒子所组成，包括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原子核，以及许多电子组成的电子云。这些组成元素形成了我们肉眼所能看见的物质。在宇宙中，所有的物质、能量和信息都是相互作用、互相依存的。调节自身的精气神可以提高意识和心灵水平，甚至影响宇宙的能量场，实现心灵与宇宙的共鸣。这就像一场大秀，你与宇宙紧密合作，你的精气神就像是表演中的演员，努力呈现最好的表演，从而得到更多的掌声和能量。物质和能量是宇宙中必不可少的，就像魔法师手中的魔杖一样，物质是能量的载体，而能量是物质的魔力。不过，有些能量是不可见的，就像鬼魂一样。例如生物电磁场，要看到它，就像是要看到幽灵一样困难。然而，能量的运作需要物质的参与，就像魔法师需要魔杖一样。能量可以转换和储存，但这都需要物质的帮助。除了物质和能量，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角色，那就是神
或称为信息。在宇宙中，所有的东西都有自己的规矩和秩序，就像玩乐高一样，每个积木都有它自己的位置和功能。这种秩序就是信息，它是万物运转的设计蓝图。而物质和能量就像是乐高积木的材料和动力源，只有三者合一，才能完整体现出建筑物的形状和功能。信息会随着时间和教育的演化而改变，就像乐高玩具会因为玩家的不同组装而形成不同的模型。精、气、神这三者相互依存，就像三种魔法师必备的魔法书一样，每本书都有它的独特功能。它们共同组成了宇宙的基本元素，影响着宇宙中的一切事物。美国控制论学家和乔治华盛顿大学的 Stuart Plevy 也曾发表过一篇名为《物质、能量和信息之间的物理关系》的论文，其中提到了爱因斯坦所建立的质能等价公式和 E 等于 mc 平方的计算方式。这篇论文也探讨了光电效应中光的频率和光子能量之间的关系，以及布雷默曼极限。另外，生物能信息医学是研究身体的各种消息互动，就像是人与人之间的聊天，只是这次的对话对象是身体内的细胞、器官和环境。透过波的共振，能够测量和记录这些讯息的频率和强度。而这些波动是由生物体内的器官和细胞所产生的电磁场所引起的，就像是一场震撼的演唱会，由不同乐器所发出的音符组成了美妙的音乐。然而，身体的信息系统并不只存在于物质层面。道家的精气神理论认为，身体的能量循环和血液循环一样重要。血液循环是为了营养和保护细胞，而能量循环则是身体的生命之源，就像是太极拳中的气沉丹田。透过气功或气场调节身体的能量流动，就像是在调整音乐的节奏和强度，可以达到治疗疾病、强身健体的效果。因此，在维护和治疗身体时，不仅需要关注物质层面，也需要注重能量和信息的层面，以达到全方位的治疗效果。就像是烘焙一个美味的蛋糕，需要注意食材、火候和时间等多个因素。人体里有个气循环系统，俗称经络，就像是人体的交通指引，负责把信息从内部传到外部，反之亦然。这个系统的功能就像是维持人体的生机勃勃，维持身体各器官和系统之间的平衡关系。早在3000年前的《黄帝内经》中就有提到经络系统，而现代学术研究也不断地深入研究此领域。像是日本的中谷义雄就利用12伏直流电在皮肤上进行实验，证实人体有12条经络和奇经八脉，且具有电阻低、电导度大的特性。而富尔在1975年更是利用低直流电压，成功测出经络系统的电性，并将其应用于病变诊断。另外，祝总湘等人也在1976年的实验中发现了隐性循经感传现象，并指出经络具有低电阻、高电位和高阴线等生物物理特性。再者，严志新等人更是利用高灵敏度的光电测试仪，证实经络比其两侧皮肤发出更强的可见光。经络系统就像是身体的能源中心，为了保持人体的平衡，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总的来说，经络系统就像是人体的交通系统，负责调节各个部位的运作，以保持身体的平衡和协调。最近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个系统的存在和重要性。就像开车一样，
人体的经络系统也需要能源和方向。经络系统的传导方式就像共振传导，只有在特定频率下才能传递信息。经络之间有着不同的关系，就像家庭成员一样。这些关系证明了人体内部不同器官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。这个信息系统涉及了生物化学、生物物理和生物情感，展示了精气神之间的关系。你可以把精气神比作开车的必要元素。精是汽车的实体，气是燃料和电力，而神则是汽车的目的地。缺少神的话，尽管有汽车和燃料，它也无法启动和行驶，只能乱闯，最终会耗尽燃料或损毁汽车。这个比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精气神之间的关系。如果把这个观念应用到宇宙的角度，我们可以思考宇宙是否是随机生成的，还是有某种蓝图和规则，透过能量的推动进化成现在的样子。也许每个人和灵魂都是造物主，创造着自己的世界。这在新时代的灵性思想中也常被提到。这是一个有趣而值得思考的哲学，虽然没有绝对的答案，但可以引导我们进入深入思考的状态。今天就聊到这里，欢迎留言、按赞与分享，点击下方订阅，持续锁定关注文艺仙学修炼课程频道，充实你的修炼知识与人生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会。